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鸭。本期介绍一部1956年上映的法国越狱题材电影《死囚越狱》。1943年，在法国里昂的街头，弗朗西斯以间谍罪被抓了起来。他原本是一名法国中尉，但是那时的法国政府早已经沦为了德国的傀儡。在被押往监狱的途中，弗朗西斯趁着车辆停留的间隙跳车逃跑，不过很快就被抓了回来，还遭到了一顿毒打。随后，弗朗西斯被囚禁在监狱1楼的一间狭小房间里，里面的配置很简单，除了一张床和一个方便的木桶，就只剩下一个石头架子了。监狱里的窗户有些高，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就必须站在石头架子上面。监狱外面是一块不大的空地，3个身穿西装的男人一直在这里闲逛，他们同样是这里的囚犯，只不过曾经的他们是政府的高管，所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优待。弗朗西斯恳求他们帮自己寄一封信给家里，领头的西装男答应了下来，还扔给了他绳子和铅笔。逐渐的，弗朗西斯冷静了下来，并且开始尝试和隔壁狱友交流起来。不过他们的交流只能通过敲击墙壁加上摩斯密码的方式。隔壁的狱友是一名铸造工，才19岁，因为误杀了一名德国士兵被关了起来，目前正在等待死刑。第二天，弗朗西斯把写好的信交给了西装男，信中不仅让家人给他寄来一些衣服，还告诉组织他目前的状况。这个看似平常的举动却暗藏着巨大的风险，如果暴露，弗朗西斯可能会被立即处死。随后，弗朗西斯又向西装男要来了一根别针，在隔壁狱友的指导下，他成功解开了手铐。这一瞬间的自由感让他重新有了活下去的信念，心中也萌生了一个逃亡的计划。当他再次爬上窗户想要观察监狱结构的时候，院子里突然传来了几声枪响，这意味着又有人要被处决了。弗朗西斯赶紧敲击墙壁询问隔壁的情况，但是并没有得到回应。弗朗西斯心里清楚，如果不尽快的逃出去，自己很快也会被处死。不久之后，监狱长突然找上了他，把他从1楼牢房转移到了顶楼，这意味着他越狱的难度被进一步加大了。来到这里后，弗朗西斯第一件事就是敲击墙壁，看看隔壁是否有人。不过两侧都没有回应。到了第二天洗漱的时候，弗朗西斯发现自己右侧隔壁竟然住着一位老人，但是他并没有回应自己。如果自己想要顺利离开这里，隔壁的配合至关重要。这里的囚犯每天除了一大早下楼倒马桶和洗漱外，其他所有的时间都要在自己的牢房里度过。这天，弗朗西斯正坐在床上发呆时，他突然注意到关押自己的门是由6块木板拼接而成，门板和上下横板之间没有损眼衔接，只要撬开它们，自己就有机会逃出去。每天的一盆汤基本上就是囚犯的主食。弗朗西斯偷偷把勺子留了下来，勺子是铁制的，他把勺柄磨成了一个尖锐的凿子，这样就能轻松地撬动木板。不过仅仅能撬动还远远不够，他要把木板之间的结构彻底破坏掉，而且他还不能发出太大的声响，这导致越狱的进度变得十分缓慢，木板不断掉下的碎屑也要及时的清理。这天，西装男突然找到了弗朗西斯，他说他要离开这里了。弗朗西斯关切地问道：“是自由了吗？”西装男无奈地回答：“鬼知道他们要把自己安排到哪里去。”同时还得知他认识的老友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有的一去不复返，这让弗朗西斯觉得自己必须加快进度了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弗朗西斯发现自己对门的狱友一直在帮助自己，每当狱警经过时，他就会咳嗽2声作为提醒。有了对门的帮助，弗朗西斯的进度大大加快。根据目测，他只需要破坏其中3块木板就能够逃出去。不过一直沉默的隔壁老人还是让他放心不下，他怕老人会告密，他开始尝试站在窗边上和老人交谈，然而仍然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弗朗西斯开始用纸封住自己挖出的缝隙。第二天倒马桶回来的路上，他看见隔壁老人不慎摔倒了，他赶紧上前扶住了他。正是因为这个善意的举动，老人终于开始和他交流了起来。原来老人是因为私藏犹太人被抓了起来，一度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，甚至几次在房间内尝试自杀。而上次他敲击墙壁试图和老人交流的时候，他正在为自杀做准备。在确认老人没有恶意之后，弗朗西斯开始加快了进度。很快，木板之间的缝隙已经足够大了，只要把它们取下来就能够顺利的逃出去。不过没想到木板上下之间非常的牢固，甚至弄坏了他的勺子。他趁着狱警不注意，又重新偷了一把。当他再次尝试撬开木板的时候，却因为用力过猛，导致上面固定的木板被弄掉了一块。他赶紧把木块重新安了回去，还用铅笔把缝隙涂抹成深颜色。终于他成功取下了3块木板之后溜了出去。第1步计划算是成功了，现在开始执行第2步计划。经过观察，他发现监狱长和警察都睡在1楼，而大门也有一些士兵把守，这样的结构和人员安排注定没有办法逃走。而这里的囚犯很多都知道他要越狱，
不过他们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是弗朗西斯并不在意，除了一直帮助他的对门狱友，他悄悄告诉弗朗西斯，如果可能记得带上我。到了晚上，弗朗西斯再次爬了出来，开始观察监狱的结构。既然下面走不通，那就试试上面。弗朗西斯顺着管道爬到了顶楼的通风口，果不其然，从这里能够直接通到后院。不过他需要一根12米长并且能够承受一个人重量的绳子，床上的铁丝网就是最佳的选择，它长达15米，而且足够有韧性。紧接着他们利用床单把它撕成了长条状，包裹住了铁丝。当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时，对门的狱友却认为弗朗西斯的办法太慢了，自己没有这么长的时间。他决定来硬的，就是利用每天一次的放风时间，趁守卫不注意，直接从监狱里的围墙上爬出去。当天放风结束后，弗朗西斯果然发现对门没人了，但是很快他就被抓了回来。对门狱友告诉弗朗西斯，绳子必须要更长。自己在爬第2道围墙时，绳子突然断开了，并且想要逃走，他还需要一个钩子。在简短的安慰之后，弗朗西斯开始着手钩子的制作。当天中午，对门就被带走执行了枪决，这更加坚定了弗朗西斯逃走的信念。他小心翼翼地拆下房间里的灯框，折成弯形，再用钢丝缠绕，简单制作了一个完全能够承受住自己体重的钩子，然后把钩子暂时安放在了窗户的外面，这样在接受检查的时候就不容易被发现。不过他突然发现制作绳子的布料不够用，好在这时家里寄来的衣服派上了用场，隔壁老人也把睡衣送给了他。现在的布料足够他做2条绳子了，他把衣服割成一条一条的，做成了绳索。就在这天，弗朗西斯又被带了出去。监狱长告诉他，他的案子已经结了，根据法律将会对他判处死刑，并且几天后执行。即使坚强如弗朗西斯，此时心里也难免悲伤起来。在回去的路上，他开始担心自己是否会被调换牢房。如果真的是那样，自己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。好在狱警还是将他带回了自己的牢房。不过当他返回房间时，却发现里面多了一副陌生的面孔。男孩说自己是刚被抓进来的，而弗朗西斯却担心这个男孩是派进来诱供他的，是杀掉他还是带着他一块逃呢？他一边戒备一边打探男孩的底细，知道了这孩子才16岁，由于玩耍枪支误杀了一名德军，被判死刑关了进来。经过一番深入的交流之后，弗朗西斯放下了戒备，决定相信这个男孩，并把自己要越狱的计划全盘托出。男孩听完以后同意跟他一起越狱。有了帮手，弗朗西斯很快就完成了第2根绳子的制作。时间很快到了弗朗西斯被枪决的日子，留给他们的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。终于他们开始行动了。为了避免走路时制造多余的噪音，他们把鞋放进了口袋，自己光脚走路。2人顺利来到了屋顶，趁着火车经过的时候才敢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，好不容易才翻过楼顶。弗朗西斯发现楼下正好有一个士兵正在巡逻，而想要逃出去必须要经过这里。他没有贸然行动，而是选择了静静的观察。终于等到了士兵偷懒的瞬间，他赶紧用绳子爬了下去，然后埋伏在角落。等到士兵靠近自己的时候，猛地冲出去杀死了他，随后向楼顶的男孩示意可以下来了。但是慌张的男孩却把夹克和2个人的鞋子落在了上面。弗朗西斯没有选择责怪他，因为现在还不是相互指责的时候。他们顺利地来到了第2座围墙，此时距离外侧围墙还很远。楼下一直有骑自行车来回巡逻的士兵，趁着巡逻的空隙，他把钩子甩向对面的围墙，成功挂在了一根电线上。但在这么远的距离和高度下，弗朗西斯开始犹豫起来，双手颤抖着不敢冒险。他不确定巡逻的士兵会不会发现他们，也不确定那根电线能否支撑住他的重量。在漫长的等待中，凌晨4点的钟声已经敲响。没办法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只能赌一把，直接从士兵的头顶爬了过去。无疑他是幸运的，绳子和电线都没有断裂。紧接着男孩也顺利地逃了出来。电影在让人忐忑不安的步伐中结束了。影片是根据1943年的真实事件改编，导演罗伯特·布列松因本片荣获第10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。作为越狱电影的鼻祖，《死囚越狱》无疑是成功的。和同是越狱片的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不同，这部电影的剧情没有明显的跌宕起伏，线索也只有逃跑这一条。或许布列松导演也没有要把它做得更悬疑，以适应大众观影口味的意思，但正是这种极简的风格才让人挑不出毛病，既不可复制也不可替换。本期的故事到这啦，小伙伴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